在车头部分呢，博越 X 采用了名为能量风暴的这种设计风格，而能量风暴这种设计风格实际上是从吉利家族最早的这个宇宙回响式的这种家族化的这种 DNA 中演变出的一种更加偏重于运动性的这么一种造型。我们可以看到博越 X 的这个车头的前格栅设计，它实际上是采用了上中下的3个分层的设计，这么着能够更加突出它的层次感。而且这个3部分内部的这个所使用的这种结构和纹理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在从整体上营造出一种这种向内聚集，然后再向外发散出的这种视觉效果。前大灯呢还是采用了全 LED 的光源，而且内部采用这种4段式的矩阵式的这种布局，无论是照明效果还是这个辨识度上，还都是有不错的保障的。在前雾灯的这个区域可以看到，还是有一个稍显夸张的这么一个造型，而且这个银色的装饰以及这个橙色的这个饰条，还是很能突出它的这个个性化的体现。其中这个橙色的饰条也是整个车身的这种橙色套件的一部分。车身侧面呢和这个普通版的博越的相似度，我觉得还是很高的。包括它的这个比较平直的线条，还有它悬浮式的车顶，实际上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种设计元素。当然了，不同于这个普通版的博越，我们可以看到博越 X 它在侧裙这个加入了橙色的这种装饰条，包括它的这个橙色的卡钳，还有这个19英寸的这个黑色的双五幅造型的轮毂。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轮毂的尺寸可以再的稍微放大一些，我觉得可能会有更好的视觉效果。在车尾部分呢，还是整体上沿用了博越的设计风格，不过通过一些线条的重新设计，使得车尾的整体视觉效果看起来更有立体感。另外就是在博越的标识后面加入了一个也带有橙色装饰的 X 的这样一个身份的象征。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到博越 X 的车内，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它的整体的内饰的布局和设计呢，还是和普通版的博越相似度很高的。但是它新增了一个设计灵感来自于游艇的这个蓝白撞色的这种内饰的配色搭配，这样的话它的这个高级感其实还是明显的提升了。那么博越 X 的内饰呢，还是采用了一个双12.3英寸的这个仪表和中央显示屏的这么一个设计，也是比较主流的。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功能性还不错的一个 HUD 的平视显示系统，就是在整体的这种功能性上边还是没问题。博越 X 的这个搭载了吉利最新的一套车机系统，就是银河 OS， 这套系统也是同样使用在星越 L 这些比较新的车型上面，都是一样的。可以看到这套系统无论是 UI 设计还是这种触控的灵活性以及这种操作的流畅度上，还是都是能够令人满意的，挺不错的。还这套车机系统呢，还搭载了包括像腾讯还有百度、哔哩哔哩以及华为这些一线互联网大厂的这种很多的功能。手机上的很多小程序是直接可以等于移植到车机上来使用的，还是非常便捷。OK， 那我们现在来聊一下博越 X 的驾驶体验。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动力总成。1.8T 的发动机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最大功率是184马力，峰值扭矩300牛米，这个数值还是不错的。传动系统匹配的还是7速的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整个的这套动力系统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的。动力的响应整体来讲是比较积极，而且油门也是比较轻快，并没有那种会给人感觉比较滞涩的感觉。同时呢，变速箱的匹配实际上跟这台发动机已经做的是比较成熟了，在它身上并没有那种很明显的那种顿挫感，整体的这种流畅度也都是不错。悬挂呢是采用了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这种独立结构的悬挂，在整体的调教方面，我们能感觉到很明显，它是一个偏舒适的这么一种调教，对于这种路面的多数的这种起伏跟这种颠簸的化解能力都不错。但是博越 X 是一台你能够很轻松的开起来的这么一台车，但是如果你要是去开着它进行一些比较激烈的这种驾驶操作的话，它的这种悬挂的这种对于车身的支撑力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充分。博越 X 呢还搭载了这个 L2 加级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包括这种全速域的自适应巡航、自动刹停、自动跟走，包括弯道辅助，包括并线辅助，功能上还是很齐全的。而且它还有着这个带有这种底盘透视功能的360度的全景泊车辅助系统，这个在实用性上面还是很高的。我觉得博越 X 在一定程度上面可以视作是博越的升级版或者是运动版车型。经过今天的这个驾驶体验，我们也能够感觉到它是通过
对于外观的一个优化和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的加入，让博越 X 看起来有了更多的新鲜感。而且呢，适当的这种运动化套件的加入，也让它的这种年轻化的表现会更加的强烈。内饰呢，通过全新的配色，让这种感官体验和这种豪华感都有了很明显的提升。博越 X 的驾驶感受依然是我们所熟悉的味道。尽管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设计，但是实际上博越 X 依然是一款成熟度很高的车型。如果你对博越有一些审美疲劳，那么也不妨来考虑一下看起来更加个性的博越 X 吧。